这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夜晚，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呢，我就要出差。为了早点回家来收拾东西，我推掉了和外地朋友的聚餐。吃完晚饭呢，我就赶紧洗澡了，想着开完一个会就睡觉啊。当我刚洗完澡，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呢，门突然就被推开了，陆克就冲了进来，他声音一下子就提高了8度，他说：“赶紧下去，大橘子被别人家的狗给咬了。”我把他们拽开的时候啊，对方的主人还不讲理，要跟我打架。我的第一反应呢是看陆克他的手以及他的胳膊有好几处呢在出血，当时我有点乱，但是没有顾上多想啊，直接套上鞋就往外冲。我刚进电梯，陆克又补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冷静了。他说：“大橘子现在找不到了。”大橘子呢今年9岁，是一只小泰迪狗啊，特别可爱，很会看人脸色，也很会讨好人啊。说实话呢，这种狗的话，通常是我们家里面的气氛担当。陆克又说呢，他的手机也不见了，可能是刚才跟对方这个狗的主人打架的时候呢，掉在草丛里了。但那一刻呢，手机变得一点都不重要，先找到大橘子最重要。我心里想的是啊，所以我和陆克呢就分头找。后来我在小区的幼儿园附近就找到了大橘子，它缩成一团，躲在那个角落里面啊，因为刚刚被别的狗给咬了一口嘛，所以它的全身都在发抖。其实啊，就在那天的白天，我刚刚读到了一条新闻，我当时还觉得挺振奋的，因为2025年的12月11号对很多中国的养狗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北京前几年一起宠物的投毒案终于等来了判决，有11只狗，2只流浪猫中毒，其中呢有9只狗呢死亡。那么这当中有一只13岁的狗抢救了6个小时，还是没有能够救活下来，所以这个狗的主人呢辞掉了工作，3年多以来坚决的要去起诉。9月14号上午8点6的狗，8点15回的家。我们家狗发病的时间是中午12点，12点半送到了小区就近的医院抢救。当时大夫就说生命危险了，一直抢救到晚上的7点10分死亡。别走，秘密不要走。那么今天是我们作为大概率全国首例宠物中毒一审宣判延审6次的公诉刑事案件，继续第7次的延审。而这个案子经过多达9次的延审，终于第1次判决这个投毒的人呢4年有期徒刑。好，那所以这起案子最终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来定罪的。大家听清楚啊，这个重点是危害的公共安全，而不是说因为这些死去的这些宠物本身的生命被定罪。所以在中国的法律里面呢，宠物仍然是一个财物，而不是家庭的成员，不是一个情感的关系，只是一个可以被归类的东西。甚至有些养狗的人在维权的时候呢，还会被网暴。有人会说，不就是一条狗吗？大家也知道，在疫情期间很多宠物首先是遭殃的。当时我们家呢也是贴了一个纸在家里面，说家里面有监控，因为我们很担心，如果有疫情突然发生的话，那些防疫的人员他们会上门扑杀宠物。我们当时想说，我们就在摄像头里面喊话可以说那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大橘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物品的这样的东西，因为在养它的这9年里面，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它实际上是心中的牵挂，像家人一样。我记得他生病的时候我半夜就要送他去医院。有一次他需要输血，我就到处找那个大狗要给他献血当然这个现在的宠物医院的包括这个验血的水平都还不太行，最后因为没配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养狗的人来讲，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理性的判断。在狗生重病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念头，那个就是救它，不惜代价。你想，我和陆克出国的1年半里面，我们是请朋友来家里面住着，方便照顾我们家的2只狗。当我们都出差的时候呢，我们要请阿姨早晚来遛狗，所以这些年花的钱也得有好几万了。所以那天晚上，当邻居家的狗一口咬住大橘子的时候呢，陆克急得把对方的狗给拎了起来，想把它们分开因为对方呢咬得很紧嘛，而且对方的主人呢那天晚上可能喝了一点酒，他要保护他自己的狗，他就说陆克不该拎他的狗，问他你想干什么？所以2个男人因为狗的事儿打了一架。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至于吧，但是如果你当过家长的话，你可能会懂啊。当你的孩子被攻击的时候，你是很难平静的、慢条斯理的讲道理的。所以大橘子咬伤之后啊，我们又一次半夜抱着它去了这个宠物医院，去清创、去消炎。我那天一整晚几乎没怎么睡觉，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爬起来看到大橘子痛的没有办法躺下哈，它只能够站在那里，而且另外一只腿呀要收缩起来。我剥了一个火腿肠给它吃，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妈妈也会给我准备一点好吃的，就哄我们开心嘛。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就很脆弱，就希望被别人哄。可能没有养过狗的朋友啊，很难理解这种感觉。现在呢，真的不是30年前的时候了。狗不是用来看家的，狗更不是食物，它们实际上是陪伴，是跟主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起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难忘的经历。所以这些年养狗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成长，让我在理性之外的话呢，感觉自己啊又多了一份感性，让我变得更加的温暖，也更容易体恤其他人。所以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哈，那就是关怀动物不仅不会削弱我们对人的关怀，恰恰相反，如果你能够珍视一条小狗的小猫的生命，你很难对人的生命毫无共情。所以我想，即便你不喜欢狗，当然你也可以不喜欢狗，但是没有必要去攻击别人的狗，或者说更没有必要去毒杀别人的狗。因为对于我和陆克这种人来讲，我们的狗就是家人。在这里啊，我希望中国也能够早日出台宠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让我们身边的这些小生命、小动物免受伤害。